避免身体受到伤害哦。女人来月经时，牢记两洗两不洗，子宫光滑，妇科问题远离你。第一，清洗内裤。女人来月经时要多清洗内裤，因为这时的细菌会增多。经常洗内裤可以减少细菌的滋生，保护子宫的健康，也可以避免一些妇科问题出现，对身体健康有帮助。第二，多用热水洗脚。女性来月经时，可以每天睡觉前用热水泡泡脚，这样可以促进身体血液循环，有助排出体内寒气，让全身都暖起来，有一定的暖宫效果，也能够让妇科炎症远离你。第三，不用凉水洗手。女性平时干家务活比较多，但是呢，要注意月经期间最好不要接触凉水，洗手或者是干家务活的时候用温水，要不然很容易导致寒气入体，对子宫健康不利。第四，不洗头。女性月经期间身体的抵抗力会很低，所以这时应该避免着凉，建议大家不要洗头，因为洗头会带走头上的温度，使寒气进入身体，导致子宫受寒，加重痛经的情况。若是实在想洗的话，可以用热水。所以女性朋友月经期间注意好上面这4个细节，更有利于子宫健康。也可以身上长一点肉时啊，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我又胖了，不行，我得减肥了。其实呢，不管男女都有一个正常的体重，那男性体重多少才算正常呢？下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。标准体重的算法有2种，第一种是用自己体重的千克数除以身高米的平方，如果在18.5到24之间，说明体重是标准的，是不用减肥的。如果上下波动10%也算正常。还有一种计算方式是用自己的身高厘米减掉105，得出来的就是正常体重了，是以千克为单位的。比如男性身高1.75米，那么标准体重就是175减去105，也就是70千克，140斤，也可以上下浮动10%左右。那大家可以用上面的这2种方法计算一下，看看自己的体重是不是在正常的范围内。如果在正常范围内，那你根本不需要减肥。但如果体重超标，对肠胃、肝脏、肾脏健康都是不利的。所以男性朋友平时呢，最好管住嘴，迈开腿，多进行运动，注意饮食规律，适当的释放压力，坚持下去，让体重慢慢达标，身体也会更健康。男性长胡子是一种很正常的现象，有的人需要每天都刮一次胡子，而有些人好几天才刮一次。那男性长胡子的速度和什么有关呢？主要和2点有关。第一种是男性体内的雄性激素影响，第二种是受饮食影响。那通常来说，如果体内雄性激素比较旺盛，那么胡子就会长得很快。但是相反，如果体内缺乏雄性激素，那么胡子就会长得很慢。还有，如果日常生活中摄入的蛋白质比较多，可以为毛发生长提供更多的营养，那么胡子自然就会长得比较快。如果胡子长得太快，到底好不好呢？那正常情况下，如果雄激素比较旺盛的话，当然是好的。但如果早上刚刮完胡子，下午就长出明显的胡渣，那么说明雄激素太旺盛了，这也不是什么好现象，大家需要多注意调理。那男人刮胡子也是有讲究的，下面的这2个禁忌，希望你都没有。第一个，运动前不要刮胡子，因为人在运动过后会出大量的汗，很容易刺激刚刮过胡子的皮肤。第二个，饭后不要刮胡子，因为人吃完饭后血流量会增加，如果这时刮胡子，很容易刮坏皮肤。对于男性朋友来说，引体向上是一项强壮胸肌的好运动，只是有些人做的不够标准，所以呢也达不到效果。正确的引体向上姿势呢，应该是双手完全握住栏杆，2手间的距离和肩同宽，手臂伸直，将身体挂住，然后慢慢匀速的将胸部提到栏杆处，下巴要提到栏杆以上，然后呢再将身体放到最初的位置。注意做的时候身体不要摇摆。男性朋友每天可以花3分钟时间做50个。经常练习可以锻炼肩部，增强臂膀的力量和腰部的力量，能够帮你塑造好的胸肌和身形，让你更有男人味儿。除此之外，人的心肺功能也能够得到很好的锻炼。
那做引体向上这个动作的时候，很多人呢会感觉到手臂酸痛，所以大家不要一次贪多，可以从30个开始做，慢慢的增加次数。如果感觉做不到，那也不要勉强，以免拉伤肌肉。若你能够做到50个，也算你厉害了。有人常说立秋后3不睡3不做，指的到底是什么？第一个，吃饱了不睡。很多人晚饭吃的比较晚，所以吃饱了就睡觉了，这样很容易给肠胃增加负担，不利于消化和吸收，不仅会引起肥胖，还会导致肠胃疾病。第二个，头发湿不睡。有的人为了早上节省时间，喜欢在晚上洗头发，洗完还没等头发干了就睡觉了，这样很容易引起头痛、感冒的情况，所以大家要注意。第三个，有心事不睡。现在很多人的压力都比较大，所以常常会带着心事入睡，这样时间长了容易影响睡眠质量，引起神经衰弱甚至抑郁的情况。3不做。第一，不吃生冷食物。立秋后天气转凉，所以应该注意保暖，少吃生冷的食物，不然容易导致寒气入侵，对健康不利。第二，用凉水洗澡。立秋后天气还没有完全冷，所以很多人还是会用凉水冲澡，这样也容易让湿气和寒气进入身体，时间长了疾病也会找上门。第三，不剧烈运动。锻炼身体虽然对身体好，但是立秋后大家尽量不要在室外做剧烈运动，要不然超出自己的运动量会给身体造成伤害。所以大家立秋后上面的这几件事，只要做好，才能够保证身体健康，让你秋冬少生病。结节偏爱3类人，牢记少吃2物，结节或许慢慢变小。第一，爱生气的人。对于爱生气、脾气暴躁的人来说，如果经常这样，很容易使内分泌紊乱，加重甲状腺的负担，时间长了就可能引起甲状腺结节。第二，碘元素摄入过多的人。日常生活中，如果碘元素摄入过多，会刺激到甲状腺，这样也容易诱发甲状腺结节，对健康不利。第三，熬夜的人。大家都知道，如果经常熬夜，也会导致内分泌发生紊乱，这样也会刺激到甲状腺，对甲状腺健康不利。如果有甲状腺结节，平时饮食也要注意少吃2种食物。第一种是含碘量高的食物，含碘量高的食物有海带、咖啡等，如果摄入过多，对病情恢复不利。第二种是辛辣刺激的食物，辛辣刺激的食物也会刺激到甲状腺，容易加重甲状腺负担，不利于结节的恢复。所以上面这2类食物，希望大家最好少吃，最好能够忌口，这样对甲状腺结节的恢复才会有帮助。肩膀酸痛、脖子僵，每天2个动作，打通淤堵，拯救僵硬的颈肩。动作1，自然的站立，将2手手臂弯曲叠放在一起，放在胸前，注意手肘要与肩膀平行，手背朝上，手掌心朝下，然后将2手手臂向外展开，肩膀尽量的分开，这样反复做3到5分钟。动作2，也是自然的站立，双手自然放在身体2侧下垂，保持伸直，然后将2手手臂由上向后的画圈，画圈幅度可以先小后大，这样反复做50次就行。上面这2个小动作可以每天交替着做，因为肩颈是我们人体气血运行的路口，所以经常练这2个小动作，可以帮助疏通经络，打通淤堵的地方。每天坚持，颈椎、肩膀都能够得到很好的改善。刚做的时候，可能有的人会不适应，还会出现疼痛的情况。不过只要坚持做，就能够看到效果哦。非常重要的指标就叫做甘油三酯。如果甘油三酯偏高，那么也会加大患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。那甘油三酯高，身体会有哪些表现呢？可能会出现脸黄疣、视力模糊、头晕目眩、口角歪斜等情况。所以大家要注意，平时尽量远离3种食物。首先，高盐食物。日常生活中我们吃的腌制类食物都含有很高的盐分，如果经常吃，会增加血管的负担，降低血管的弹性，不仅会使甘油三酯升高，还容易导致血压升高，对健康很不利。其次是油腻的食物，油腻食物也是很多中老年人爱吃的。那油腻食物是血管的杀手，如果经常吃，会影响到血液循环，使体内堆积毒素和垃圾，也会导致甘油三酯偏高。那最后是动物的内脏，
很多人认为动物内脏很有营养，所以就会经常吃。但是对于甘油三酯高的人，动物内脏一定要远离，因为动物内脏中含有很多的胆固醇和脂肪，吃多了也会给血管增加负担，使甘油三酯偏高。上面这3种血管的杀手，希望大家能够忌口，这样对血管健康也有帮助，身体呢也会感激你哦。好了，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大家还有什么疑问或者是建议，可以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，我们下期再见吧。